这是奥黛丽·赫本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她唯一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这部电影不但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而且更让她高贵优雅的气质深入人心。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殿堂级的爱情经典，一睹奥黛丽·赫本的绝代风华。安妮是欧洲最古老王室的公主，这次她代表国家出访欧洲，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她一路上受到了民众极为热烈的欢迎。在管家的辅佐下，她完美呈现出大国公主的风范。最后一站，她来到了浪漫之都罗马，王室以最隆重的礼仪设宴招待，王公贵族排队与之握手。舟车劳顿的公主实在脚力不支，于是俏皮的她脱下一只高跟鞋想放松一下，不料高跟鞋不听使唤的撇到了一边，这让在场的人都万分紧张。虽然安妮表面维持着公主优雅端庄的形象，可内心早已慌乱不已。好在管家经验丰富，带着公主踏上舞池，自然的化解了尴尬。当然只此一事，也能看出安妮公主被此次访问折腾的属实是疲惫不堪。她在寝室中望向窗外，对那个欢声笑语的平民世界充满向往。正当她沉浸在这份向往中时，伯爵夫人端过来牛奶和饼干，并开始喋喋不休地给她念着明天满满当当的行程以及公主所应该表现出的礼仪和气质。被强行安排的甜美优雅与内心真实的热烈俏皮在此刻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她有些精神崩溃。It's all right, dear. Didn't spill. I don't give it spilled on that. I don't give I drowned in it. 他在乎的是什么时候可以逃离这样的繁文缛节，彻底徜徉于自由的天地。伯爵夫人赶紧找来了医生，为其注射了一针镇定剂。医生走后，药效尚未起作用，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她终于鼓足勇气从窗户一跃而下，做了欧洲第一位出逃的公主，成了那颗坠落人间的天使，也即将为我们呈现罗马一日的浪漫无限。安妮跳上了一辆货车，她对宫墙外的一切表现出无比的惊喜，甚至会不停地和陌生人打招呼。从车上下来后，镇定剂开始起作用，她迷迷糊糊地在长椅上睡着了。侧舍，美国籍穷记者乔刚好路过，虽然自己已经穷困潦倒，可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善意。他以为安妮是个醉酒少女，可这女孩又袖口一出，皆是诗篇，谈吐不凡。于是他赶紧叫了个出租车，准备把她送回家。可一路上也没问出安妮的住址，乔让司机把安妮送回去，司机也不肯接这货。无奈之下，乔只好把安妮带回自己租的小公寓。乔把安妮安排在沙发上，自己也因昨日的疲惫睡过了头。到了公司就被领导一顿质问，最后他谎称自己已经采访到了公主，可公主抱恙，采访取消的新闻早已铺天盖地。乔拿到报纸，惊喜地发现报纸上的公主不就是昨天自己带回家的醉酒少女吗？乔来罗马已数年，事业毫无起色，这次他终于嗅到了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于是便和老板以$5000做赌注，说自己可以对公主进行独家专访。压下了赌注，乔就开始为自己的专访做准备。他先是给房东打电话让他看好房间，又让自己的好兄弟艾文过来帮忙，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安妮醒来后，看到自己在一个陌生男人家里，很是震惊。不过在和乔交谈之后，慢慢对这个儒雅绅士的男士放下了戒备。安妮收拾了一番就准备离开，乔借给她了一些钱，准备一路跟踪，伺机行动。有了钱之后的安妮公主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人间的旅行。她先是买了一双凉鞋，替换下恼人的高跟鞋，然后又走进理发店，换上了一头令人惊艳的利落短发，之后又买了一根冰淇淋，坐在西班牙广场的台阶上，肆意地享受着阳光，感受着自由带来的惬意。榴花开出的宫位，数不尽的锦衣玉食，却没有自由的分享。穷庐四野的世界，遍地的残羹冷炙，却有人性的缝缝补补。更何况还有乔制造的不期而遇，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安妮谎称自己是逃出来游玩的学生，乔也没有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说自己是生意人。两个人对于身份的掩盖，说明了接下来的旅程都是在第二重身份的背景下展开的。而一旦身份公开，一切也都是一个梦。乔安排自己的兄弟艾文当摄影师，捕捉公主的美丽瞬间，而乔则带着公主畅游古老典雅的罗马。他们一起参观罗马斗兽场，感受那里挺拔与庄严，骑着小摩托在罗马大街上驰骋，捕捉那里的奇异与匠心。不觉尽兴的安妮还亲自骑上小摩托，慌乱地穿梭在街道上。
翻了很多小商贩的摊位，不一会就引来了罗马警察的注意，两个人一起被带进了警察局。聪明的乔赶紧拿出记者证，说自己是为了和未婚妻赶去教堂结婚才闯了这么大祸。热情好客的罗马人民原谅了他们，还送了祝福的拥吻。安妮公主更沉迷于这人间的情趣了。之后，乔带着她来到了一个叫真理之口的景点。乔告诉她 Legend is that if you're given the line, put your hand in there, it'll be bitten off. Oh, the hard idea. 乔自然知道安妮的身份是伪造的，他只是想用自己的睿智和幽默给安妮制造更多的乐趣。安妮犹豫着不敢伸手，乔把手伸进去，突然一声惨叫，把安妮吓得花容失色。得知乔是骗她的，她惊魂未定地扑进乔的怀里。乔带着安妮来到了许愿墙，他用心地给安妮讲述着这面墙的由来。他想走入安妮的内心，去倾听下高贵公主的愿望。可公主的愿望无非是逃离王室，过上最自由自在的生活。可对她来说，希望渺茫。 Make a wish. Tell the doctor. Anyway, the chances of it being granted are very slight. 望着一墙真实的愿望，安妮公主难掩失落。又到日落黄昏时，乔带着安妮来到了河边舞会。正当安妮和乔正沉浸在曼妙的舞步中时，公主的行踪被王室便衣发现了。他们冲过去要把公主带走，安妮不愿走，她和乔、艾维一起加入了战斗，场面一度混乱。这也是安妮公主为自己的身份做的最后一次挣扎。安妮和乔在混乱的逃跑中跌入河中，全身湿透，但脸上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这种为自由而抗争的快乐是多么的畅快淋漓。安妮对人性自由的追求至此到达最高的境界，爱情也擦出火花，两人情到深处，动情而吻。追求自由是人类不懈奋斗的目标。自由有存在自由与人性自由之分，但人性自由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爱和责任。对于一个具有王位继承权的公主来说，除了她对子民的责任，其他所有的自由都是如此肤浅。所以第二天，公主毅然与乔诀别。乔也明白自己没有资格挽留公主，但抛却身份，他们彼此的爱是那么纯洁而永恒，千般不舍，终难抵万般重担。 I have to leave you now. I'm going to that corner there. Turn. You stay in the car and drive away. Promise not to watch me go beyond the corner. Drive away and leave me as I leave you. I don't know how to say goodbye. Think of any words. Don't try. 在车内，安妮和乔狠狠拥抱，享受最后一丝温存。下车后，安妮哭着跑入了拐角，跟约定的一样，她没有回头。乔坐在车内流下分别的泪水，久久不能平静。安妮公主回来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她眼神坚定，目光炯炯，也学会了用坚定的话语拒绝刻板的规定。这是爱与责任带给她的成长。 Your Royal Highness, 24 hours. They can't all be black. They are not. But what explanation am I to offer their Majesties? I was indisposed. I am better. Ma'am, you must appreciate that I have my duty to perform, just as your Royal Highness has her duty. Your Excellency, I trust you will not find it necessary to use that word again. Were I not completely aware of my duty to my family and my country, I would not have come back tonight, or indeed ever again. Now, since I understand we have a very full schedule today, you have my permission to withdraw. 另一边，乔也放弃了用公主的独家照片来发财的机会。艾文作为真心朋友，也理解乔对公主的情谊，他把照片都给乔留作纪念，自己不免失落的离开。一日真情相负，可抵岁月漫长。记者会如期举行，安妮公主一袭华丽的礼服出现在现场，看着场下的记者乔，两人四目相对，瞬间明白了昨天的一切真的都是幻影。安妮强装镇定，大方得体地回答了所有记者的提问。可当被问到最喜欢哪个城市的时候，她摒弃了准备好的官方的回答，而是动情地对着乔说 Rome,
By all means, Rome. I will cherish my visit here in memory as long as I live. 因一个人练一座城。听到这个回答，乔在台下泪流满面。记者会的最后，安妮公主为了和乔能够再次握手，她和在场所有的人握了一个遍，走到乔身边，她第一次真正的介绍了自己。安妮公主含情脉脉看着她，此刻每个人的心中都会由衷的吟涌出那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罗马假日如此动人心魄，除了奥黛丽·赫本和格里高利·派克的魅力，还有他所传递出来的爱情观和最高尚的民族大义。责任使人更克制，而自律才使人更自由。